这一坨黑乎乎的东西就是用蚊子做成的肉饼，50万只蚊子才能做出一个，一口下去起码10万只，据说吃起来很像鱼肉。小哥尝了一口，反应一言难尽。每年一到雨季，非洲维多利亚湖就会出现数以万亿计的蚊子，所到之处就会形成一股黑色旋风，场面相当震撼，严重的时候可以说是遮天蔽日。这里的人看到却喜出望外，对他们来说蚊子再小也是肉，是每年不可多得的美食，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。抓蚊子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挑战性，随便拿个锅碗瓢盆在空中挥一下，就能轻松捕获成千上万只，大人小孩都玩得不亦乐乎。收集到足够多的蚊子，就可以制作蚊子肉饼了。第一步，把蚊子捣成黏糊糊的一坨，像揉面一样揉成团，然后手工按压成肉饼的形状，按压力道是关键，会影响最终的口感。接着起锅烧油，一瞬间伴随着滋啦滋啦的声音，肉香四溢散开，煎到两面黢黑即可。里面熟不熟不重要，吃的就是这个原汁原味。你看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据说蚊子饼吃起来很像鱼肉，因为蚊子主要生活在湖边，所以还会夹杂一丝海鲜味。煎炸属于常规做法，当地还有更加独特的烹煮做法。煮上满满一锅蚊子汤，一口浓汤下肚，别提多鲜了。摄像小哥不相信，决定尝一尝。Sorry。怎么说呢？吃起来回甘有点臭，不过在食物匮乏的非洲，蚊子饼确实给他们提供了大量蛋白质，这就是大自然对非洲人民最好的馈赠。酋长抓起一把泥土，根据土里蚂蚁的多少来寻找一种在这个季节才有的食物，这东西对他们来说比黄金还要珍贵，即使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也要得到它。每次行动前还要进行一番奇怪的仪式，向丛林祈祷平安与成功。马上就要下雨了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。他们来到一棵参天大树前，他断定这棵树上就有他们要找的美食。这树足足有40米高，需要6个人才能抱过来，这是个不小的挑战。但为了族人，他依然决定爬上去，砍下一根藤条，用力拧成绳子，把自己和树干牢牢捆绑在一起。这是他唯一的保护措施。刚开始攀爬速度很快，6米长的藤条在他手中灵活摆动，很快就爬到了10几米。这时树干开始变得湿滑，他拿出斧头挖出一些洞，当成落脚点，这就是他不断向上的基石。爬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看起来应该是抽筋了。长时间的攀爬，他早已精疲力尽，现在进退两难，只能挂在半空缓一缓。短暂休息后，看着妻儿期盼的眼神，他咬咬牙再次出发。他一鼓作气，树顶近在咫尺。与此同时，树下的搭档点燃了树叶，迅速把这堆树叶传送上去。这个是关键道具。树顶长满了苔藓，湿滑无比，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，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，一旦失足肯定粉身碎骨。他拿着这捆树枝，在树顶找了半天，来到一个树洞前，一边用浓烟熏烤洞口，一边用斧头砍。还没砍几下，斧头就沾上了一些神秘液体，他迫不及待品尝起来。看样子已经找到了，原来他们苦苦寻找的美食就是蜂蜜。当斧头沾上蜂蜜，就意味着快大功告成了。把洞口凿开，直接把手伸了进去，终于收获了第一块蜂巢。蜜蜂对他发起围攻，他也毫不在意，很快就装满了竹篮。蜂蜜对于他们来说异常珍贵，一点都不能浪费。他把手上残留的蜂蜜也刮进了竹篮，地上的妻儿已经在咽口水了。他赶紧把竹篮传递下去。从天而降的这一整筐蜂蜜，让翘首以盼的家人们感到欣喜。对于一直将昆虫、荷叶草作为主食的他们而言，只有这个季节才能吃到蜂蜜，因此倍感甜蜜。此刻他也可以尽情享受收获的喜悦。这就是巴雅卡族人跨越生死的一餐。这是一种比鲱鱼罐头还要臭的食物，一般人闻一下就会吐，他们却爱到不行，平时都舍不得吃，只有招待客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。记者尝了一口，反应非常真实。这种食物就是烟海雀。要制作这种美食，第一步先抓海雀。这个半山腰就有大量的海雀，一对父子穿着浅色衣服，埋伏在岩石中，等待合适的机会。他们的工具就是一张网，等海雀靠近，直接用大网一搂，就能轻松捕获一只。没一会就收获了上百只。现在海雀有了，要完成这道美食，还需要一张海豹皮。海雀不需要任何处理，直接带毛往海豹肚子里装，装满后再排出里面的空气，把海豹肚子缝合起来，缝合口均匀涂上海豹油脂，防止长蛆，然后把它埋在岩石下面，不留任何间隙。接下来经过6个月的发酵，就形成了著名的烟海雀。取出来可以看到，海雀保存得非常完整，看着很新鲜，不过味道实在令人上头。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。拿出来的海雀直接拔毛，从拔毛的轻松程度就可以判断海雀是否已经发酵成功。拔毛后对着屁股猛吸一口，把已经发酵腐化的内脏通通吸出来，一股浓汤下肚，咸味加腥味再加纳豆混合下水道的味道，他们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越吸越上瘾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他们甚至还说吃起来有点甜。记者忍不住尝了尝，说还可以接受，不是很臭。不过在缺少蔬菜的情况下，烟海雀确实给他们提供了大量蛋白质和维生素，这就是因纽特人独特的饮食习惯。22岁小伙每天在背包里装一袋沙子，走到哪都带着，家里米缸内也装满了沙子。吃饭时他从袋子里掏出来一些，抓上一大把就往嘴里塞，
吃得一脸享受。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。吃完还张嘴让大家检查了一下。他说沙子吃起来口感很脆，还有点甜。怕大家不信，小伙还想让一旁的大叔试试。大叔也不含糊，抓起一把就要往嘴里塞，接着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。妈的，这不神经病吗？小伙说每天带一袋沙子，是为了能随时随地给自己补充能量，一旦困了累了就要吃，吃上一口整个人都精神了。他没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，工地上的沙子新鲜可口，品类多量还大，这种红沙是最好吃的。不过今天吃起来感觉有股骚味，有点奇怪。他转头又来到另一堆沙子前，看起来好像是新品，还真没吃过。抓起一把先尝尝咸淡，总结下来，白沙比较咸，红沙比较甜，根据周围小动物的多少，味道也会有所变化。不过说起他吃沙子的原因，却很令人心酸。小时候他家里很穷，3天饿9顿的，饿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想着吃沙子来缓解。这一吃不要紧，意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，就这样还吃上瘾了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爷只是给挖掘机轮胎打个气，却引来一群人围观，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只因大爷有个绝活，用嘴给轮胎充气，竟然比打气筒还好用。家里的暖水袋被他当成气球吹，几下就能吹爆。他平时就用肺活量检验暖水袋质量，被他吹爆的暖水袋不计其数。平时出门都随身带着一个橡胶软管，看见没气的车子，他插上管子就是一阵吹。大爷只有一个信念，只要有他在的地方，绝对不允许没气的情况。大爷说这都不算什么，还有更厉害的，他可以给卡车轮胎充气。大家决定做个实验，一边用打气筒，一边大爷用嘴吹，看谁能把轮胎吹爆。比赛开始，大爷这边轮胎肉眼可见的变大，一旁7个成年人轮番用打气筒，但轮胎的鼓起程度还不如大爷用嘴吹得快。5分钟后，大爷已经把轮胎吹得硬邦邦，一旁的轮胎却还是扁扁的。很明显大爷赢了，但他却并不满意，说要升级挑战，把一个铁架子放在轮胎上，上面又站了20个小伙子，他要在负重的情况下把轮胎吹爆。但不得不说，咱们中国的轮胎质量属实不错。大爷吹了10分钟，硬是没吹爆。大爷倒也没太往心里去，表示不会停止挑战自己。这不，今天他就想要挑战极限，吹挖掘机轮胎。很快就引来一群人围观，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成功，大爷却气定神闲，坐着吹了几下，轮胎竟然纹丝不动。很明显，这次挑战确实不一般。只见他站起来半蹲马步，稳扎稳打的吹，轮胎终于有了点起色。毕竟是挖掘机轮胎，吹到一半的时候最困难，几口下去轮胎也没啥变化。大家不停给他加油打气，大爷擦了擦汗，接着青筋暴起，一阵猛吹，终于把轮胎吹了起来。大爷一脸傲娇地说，自己才66岁，还能再吹他个10年，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允许出现打气筒。大姐每天洗澡必须穿着自制的铠甲，洗一半的时候就要站在马桶上，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命。家里堆满了各种杂物，在家只能爬行，所有东西都用塑料袋包着，屋顶也蒙上了大片的塑料，边边角角还包上了锡纸。大家都非常不理解，跟他来到卧室，大姐终于放松下来，摘掉了帽子，这才发现帽子是用区别针做成的，看起来足足有几万个，戴起来非常重。大姐就这样戴着帽子生活了10年，她到底在躲避着什么呢？大家建议她脱掉铠甲生活，大姐显得非常担心，犹豫再三，决定脱下来试试。没过1分钟，她突然把头埋在毯子里，显得非常焦虑，说自己疼得受不了了。接着快速穿上了铠甲，这才慢慢平静下来。大姐解释说自己能感受到电磁波，房子里充满了电磁波，微弱的电磁波就会对自己造成伤害。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屏蔽电磁波。可奇怪的是，大家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电磁波，用专业仪器一测，辐射量远低于安全标准，也就是说，这微弱的电磁波并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。大姐非常不解，因为自己确实能感受到电磁波的伤害，这其实就没啥好说的了，直接看心理医生吧。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在她年轻的时候，被一个陌生男人跟踪长达半年，会在半夜敲她的门，还经常给她发骚扰信息，感觉自己时刻都在被监视。从那之后，她变得敏感多疑，以至于都能感受到手机发出的辐射。她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自己会慢慢好起来，没想到却变得越来越严重。医生建议大姐要直面内心的恐惧，即使暂时无法克服，也要学会和恐惧共存，学会接纳自己，慢慢就会好起来的。这是一种长在树上的酒，为了采集这种酒，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，仅靠一根绳子穿梭在高大的树木之间，小哥浅尝几口，味道一言难尽。这种酒就是棕榈汁，采集用到的工具就是一把刀和一个装酒的容器，顺着用椰子壳绑定的节点，一点点往上爬，来到树冠后，将棕榈树花序头部切开，把罐子套在花序顶端，来回敲打几下，用来刺激汁液分泌。敲击手法和力度会影响流出汁液的多少，几个小时后就能收集到少量的棕榈汁。为了能快速收集到棕榈汁，他们不会爬上爬下，而是把棕榈树用绳子链接起来，采完一棵树，顺着绳子就来到了下一棵，要装满1桶棕榈汁。他们一次至少要采集10棵树，1天就要采集2次，把刚采集的棕榈汁经过过滤，等它自然发酵，放几小时就成了棕榈酒，闻起来有一种很淡的酒味，喝起
起来酸酸的，好处就是很利尿，因为棕榈汁含有糖分，所以也可以用来熬糖。把收集到的棕榈酒过滤一遍，在路边等着收酒的小贩上门。这种酒非常抢手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今天的付出得到了回报，这就是斯里兰卡菜酒人的生活。女孩每天流出红色的汗，即使气温接近0度，她却热得受不了，额头上不停地渗出红色液体。仔细一看，妈妈却差点吓死，从额头到脖子再到后背都渗出了红色液体，红色液体分布非常不均匀，看着像汗水，但她又不敢肯定，人怎么可能会流血汗呢？拿上毛巾，赶紧给女儿擦身体，毛巾瞬间就染成了红色，把毛巾在水里洗上几下，一盆清水就变成了淡红色。妈妈这下慌了神，好端端的女儿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怪异症状？来不及多想，赶紧把女儿送到了医院。一番检查下来，结果却完全出乎了预料，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没有发现什么病症。悬着的心稍微缓和了一下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当天晚上怪事又发生了，女儿突然发起了高烧，身上再次流出红色液体，这红色液体好像有神奇的魔力。第二天，女儿就突然好了，而且连续几天都没再冒出红色液体，女儿变得很正常。妈妈观察了一段时间，发现流血汗没有任何规律，有时呢运动就会流，有时睡觉会流，如此反复无常的血汗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家带她来到大医院，医生用吸管对血液取样，送到化验室做检验。没想到啊，等待结果的同时，下面这位大爷又流出了蓝色的汗。大爷每天都会流出蓝色的汗，衣服上经常出现一片蓝色印记，把衣服泡在水里，清水瞬间就变成了淡蓝色。刚开始呢，妻子也没有多想，觉得八成是丈夫不小心染上了蓝色墨水，但她万万没想到，接下来这事不仅没完，反而变本加厉。第二天，丈夫换下来的衣服上又出现了蓝色印记，接连几天都是如此，甚至床单上也开始出现蓝色印记。更奇怪的是，印记都出现在腋下部位，老两口彻底懵了，这蓝色印记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他们越想越奇怪，忍不住呢就闻了闻，哎，什么味儿都没有，难道是去外面晾衣服的时候被别人弄上去的？仔细想想也不合理啊，不可能每次都弄在腋下啊，难道真的是丈夫流出了蓝色的汗？大爷还说最近在吃一种降血压的药，怀疑是药物导致的蓝汗现象。随后我们陪同大爷去了同一家医院，医生表示药物中不存在使汗液变蓝的成分。接着也对大爷流出的蓝色液体做了采样化验，同时小女孩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，结果显示两个人流出来的还真是汗液。医生判断他们的汗腺出了问题，导致了一种叫嗜汗症的症状。一旦汗腺功能失调，再加上细菌入侵，汗液就会在细菌的作用下导致变色。至于颜色有红色和蓝色的区别，可能和细菌不同有关。医生表示嗜汗症对人体不会造成太大伤害，随着汗腺功能恢复正常，嗜汗症的情况也会随之消失。他把生牛肉当面膜，整张脸贴满了新鲜牛肉，血水还不停地滴下来，用完的生牛肉也不浪费，直接吃掉。边吃呢还边笑，还说敷完后皮肤光滑有弹性。更夸张的是，敷完面膜后他竟然用大骨汤洗脸，还必须用熬了12小时的牛骨汤。他说自己是干性皮肤，骨汤里有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对皮肤很好。最急的人是他妹妹，认为姐姐38岁的年纪看起来像18岁，容易引来非议，而且由于常年吃生肉，去医院检查后还发现身体竟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，但他却并不在意，反而变本加厉，让记者也试一试牛肉面膜，从袋里拿出新鲜牛肉就往记者脸上涂，边涂呢还边问记者感不感动。记者吓得直接不敢动，不一会儿记者脸上都被敷满了生肉，静静躺在沙发上感受效果。看到不停渗出来的血水，他却忍不住流口水，敷完后直接扯下一块塞进嘴里，还说口感非常滑嫩爽口。他还推荐记者尝一下，记者含着生肉迟迟不敢吃下去，他每天都要去买新鲜的生肉，检查是否新鲜的方法就是直接生吃。店主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，他却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，确认新鲜后直接买了一大袋，回家后简单调个蘸料就可以开吃了。因为吃着也很费钱，他没事就去餐厅打工，这样还可以顺便吃点餐桌上的剩肉。老板看到后也不敢说什么，毕竟敢吃生肉也是个狠人。等发工之后，他摇身一变又成了顾客，在自己的打工店继续买生肉吃。虽然吃的是烤肉，但从来用不到烤盘。他这一天的工作收入才3万块，然而一顿就吃了8万块的生肉。这天他遇到了另一个喜欢吃生肉的人，两人来到一肉店开始了比拼。大妈拿起一片生猪肉，蘸点酱油就开灶。大妈表示吃生肉还没怕过谁，两人很快就吃完了一盘猪肉。接下来两人准备吃活鱼，简单处理一下，抱起来就啃，一口下去还会爆浆。不一会儿整条鱼只剩下了骨头，两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，还约好以后要经常出来一起吃。但这样生吃真的健康吗？最后大家还是带他来医院检查，结果在他肠道里发现了一条长达1米的猪肉绦虫，医生及时为他进行了驱虫，还告诫他为了健康千万不要继续生吃了。这个山洞会流血，暗红色的液体瞬间就会把整个湖面染红，水面闻起来还带着一股血腥味儿。这种现象每月都会持续好几天。更神奇的是，即使在寒冬腊月，湖水竟然是温热的。当时就有人猜测洞里可能藏着某种大型的生物，是这种生物流血了。这一琢磨，马上就有年龄大的村民想起了当地一个传说，说是在很久以前当地大旱，老百姓都快渴死了，有一个叫李昂的教书先生在洞前找到了一眼神拳，用它救活了当地的老百姓。从那以后，李昂就化身成了一条龙，
居住在洞里，而每当有灾难来临，就会流出血泪。在山洞旁边的神龙雕像，据说就是用来纪念李昂的。虽然在以前，村民对传说都是半信半疑，毕竟呢，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，从没人见过真龙。可眼下看到跟血一样的湖水，说不定洞里真有一条龙存在，搞不好啊，还是一条母龙。就在大伙浮想联翩的时候，现场又发生了一件更加惊人的事，洞里竟然传来了小孩的哭声，这让村民倍感不安，都认为要有灾难来临。不少人还在雕像前诚心跪拜，祈求神龙息怒。说来也奇怪，祭拜的人多了以后，血水就突然消失了，而且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也没听说哪里发生过大灾。不过呢，还是有人不相信洞里有龙，他们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进洞里一探究竟。随着船渐渐靠近洞口，水的颜色也越来越深，慢慢就变成了深红色。越往里走，心里越发毛，一路上小心翼翼，生怕惊动了怪物，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他们刚进入洞穴深处，就看到水面上突然闪过一个黑色影子，两人吓得落荒而逃。不久后，洞穴里再次流出血水，关于洞穴的流言又传开了，不少人言之凿凿，说这洞穴里肯定有龙。眼看这事越来越离谱，当地政府看不下去了，请来了地质专家。说来也怪，专家来了之后，他居然就不流血了，没有血水，只能先检测一下湖水。检测结果显示，湖水中的铁离子含量异常高。专家认为，虽然湖水是从这洞里流出来的，那就要去洞里找原因。于是专家一行人坐船进入洞穴。随着他们不断深入，专家发现有一块岩壁的颜色明显发红，与其他岩壁一对比，那就更显眼了。用手在这块岩壁上轻轻搓了搓，竟然把岩壁上的红色物质搓了下来，而把红色物质放入水中，清水立刻就变成了血水。专家研究了半天，说这个红色物质就是氧化铁，俗称铁锈，这就是形成血水的真正原因。原来在洞穴附近有很多铁矿，当地下水流过，就会把铁一起带走。一旦进入水中的铁锈增多，它就会出现流血水的奇观，而水中的血腥味其实呢就是铁锈的味道。大妈肚子里竟然长了一朵花，花瓣清晰可见，甚至还有花粉，每次上厕所都伴有阵阵花香。连工作50年的医生都没想到，这竟然是由于一件小事造成的。大妈说最近肚子经常伴有一股钻心的疼痛，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肚子里生长。来医院通过胃镜一看，果然发现了异常。刚开始呢以为是未消化的生菜叶，但随着检查的深入，发现问题并不简单。一朵完整的花呈现在眼前，花瓣花蕊清晰可见。检查的过程中还脱落了一片花瓣，可以肯定这就是一朵真正的花，看着就像在胃壁上长出来的，而且胃壁上还发现了几个奇怪的白点，还真有点像花朵的根茎，但胃里怎么可能开花呢？正常来说，即使花朵偶然进入体内，很快就会被胃液消化掉。医生百思不得其解，接着询问了大妈最近的饮食习惯。大妈说为了过年回家相亲，最近呢在努力减肥，只喝了大量的水，没事的时候就去修剪鲜花。然后我们就在花篮里找到了同款花朵，大小一模一样。我们怀疑她不小心吃下了花蕾，在胃里正好开了花，但想想呢也不太可能。大妈还说自己修剪花朵的时候不断打喷嚏。这时呢医生想到了另一种可能，医生说如果喷嚏碰脚打落了花朵，花朵就有可能掉进水杯里，不小心就被喝了下去。正是因为喝了大量的水，胃液被稀释，不足以腐蚀花朵，花朵就得以完整保存。为了验证这一猜测，医生还做了测试，让实验对象喝了大量的水，随后吞下几朵花，接着来做胃镜检查。胃镜里果然看到了一片花瓣，继续深入检查，但始终没有看到其他的花瓣。像大妈一样保存完整的属实罕见，医生表示一定是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，才导致了这种巧合。这个小区地面温度高达83度，新鲜树叶只过了2分钟就被烘干了，轻轻一捏就成了粉末，蚂蚁爬过直接烤焦，连鸡蛋都能煎熟。奇怪的是周围都不热，偏偏就这1平米的水泥地发热。其实等到太阳下山，这一块地方依然是热浪逼人。小区居民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是漏电导致的，还有人说是天然气泄漏引起的。随后大家找来电工师傅，师傅检查了半天，结果呢并没有漏电。很快天然气公司的人也来了，他们拿出探头在地上扫了半天，也没有检测到泄漏的天然气。小区居民看着这一块发烫的地面，心里头更加不踏实。大家决定挖开地面，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找来了几个工人就开挖，可是没想到越往下挖温度越高，还伴随着阵阵白烟。再一看温度计，都已经到100度往上了。看到这反常的一幕，有人大喊火山要爆发了。一听这话，几个工人吓坏了，说啥呢也不肯往下继续挖，还把已经挖开的坑赶紧填上了。但火山爆发和这相差实在太远，属实不太靠谱。又有人说会不会要地震了，一听这说法，整个小区是人心惶惶。有人还闹着要搬家，物业赶紧请了几位专家来调查真相。一番调研之后，专家怀疑是放射性元素裂变造成的。这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，专家赶紧拿出仪器一通检测，还好没有检测到任何放射性元素。为了找出真相，专家说还得继续往下挖。但随着坑越刨越深，又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出现了。挖到大概1米深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滩积水，紧接着本来一直冒热气的坑慢慢就凉了下来，白烟呢一下子也不见了，连各位专家也是一脸懵。专家们商议片刻，说还得继续挖。为了加快进度，大家又请来了专业的钻探队，工人们搭起钻探架，把一根长长的砖头打进了地里，这一下去就挖上来很多黄土。钻探结果表明，小区地下的土层非常松软，
这时专家一拍脑袋，说应该是地热导致的这种现象。专家认为在小区地下几千米处有着一些很细小的地下裂缝，地球内部的热量通过缝隙顺着松软的土层跑到了地面，就造成了地面发热的现象。至于挖掘过程中发热现象突然消失，是因为泥水混在一起形成了泥浆，这些泥浆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些缝隙给堵住了，地热也就被隔开了，所以地面自然又恢复到了正常温度。大妈一辈子都没出过汗，39度的气温下跳绳1小时，头上一滴汗都没有。节目组在屋顶铺了一层锡纸，温度瞬间达到了45度，大妈躺在上面就开始享受日光浴了。就这样足足烤了2个小时，大妈都被烤成了3分熟，但还是一滴汗没有。她还说一点都不热，甚至感觉有点冷。节目组又带大妈来汗蒸，汗蒸房现在65度，没一会儿，同行的大妈已经大汗淋漓，她却一点反应没有，还说温度能不能再高一点。周围人都看呆了，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1小时后做个对比，大妈的额头还是一滴汗没有。大妈说小时候家里穷啊，一天饿3顿的，根本没关注过出汗这件事。结婚后呢，丈夫又死得早，她成了家里顶梁柱，更没时间关心自己了。现在孩子们都大了，不用自己操心了，她想要体验一下出汗的感觉。节目组带她来医院检查，医生想要确认下大妈是否真的不出汗，在她手上涂了一种遇到水就会变成紫色的液体，又撒上了一些白色粉末，接着放在烤灯下面烤了1个小时后，结果手指纹路上都变成了紫色，说明大妈还是会出汗的，只是量比较少。医生说出汗少其实对身体健康没太大影响，这些大妈也放心了，原来自己和正常人一样也还是会出汗的。然而下面这位小姐姐的情况和大妈完全相反，她10分钟就会出1斤汗，双手就好像刚洗完一样，腋下每时每刻都湿漉漉的，甚至会有汗珠从腋下流出来。节目组做了个测验，不到1分钟，汗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，甚至直接滴了下来。看恐怖片的时候，那双手简直成了水龙头，被子都湿透了一大片啊，这就很夸张了。她不得不带着一块毛巾随时擦手，这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困扰。想吃零食不行，太滑了根本撕不开，想要玩一会儿游戏，结果触屏就没反应了，必须要往身上蹭2下抹去汗水。下班回家呢，指纹锁根本识别不出来，用键盘打字也同样夸张，纸巾铺在键盘上就印出水印了，鼠标也像刚洗完一样，写工作报告汗水都会顺着笔尖滴在书本上。她脚上的情况同样严重，她每天都要更换25双袜子，别的小姐姐包里都是口红化妆品啥的，她包里却装满了袜子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，其他身体部位却一点汗也不出，甚至非常干燥。小姐姐也很痛苦，小时候还被朋友嘲笑过，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，因为多汗症她不得不放弃了梦想。去医院检查过后也没有找到多汗的确切原因，最后小姐姐也想开了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接受它，接纳不完美的自己。她还做起了直播，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。我觉得小姐姐很值得我们学习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然而下面这个大叔的情况更奇葩，他只有半边脸会出汗，左脸汗如雨下，右脸却非常干燥，从中间对分开，即使是嘴巴和鼻子也是1分为2，路人都看懵了。小朋友的表情最真实，更神奇的是，当他吃辣的时候就换成了右脸出汗，左脸又变得干干净净，把纸巾铺在脸上，右边瞬间就湿透了，左边却一点事没有，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出区别，两边脸分工明确，始终就只有一边脸出汗。大叔说这种情况是1年前开始的，他之前受了很严重的伤，下半身都瘫痪了，手术后虽然身体恢复了健康，但出现了现在这种情况，他怀疑是手术留下的后遗症。随后来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这其实不算后遗症了，是由于术后的脊椎在恢复，中途可能压迫到了汗腺神经，才出现了半边脸冒汗的现象。不过不用担心，等脊椎恢复正常后，汗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，这种情况就会慢慢消失的。听到这些大叔就放心了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等它自动恢复。但我有个快速恢复的方法，在很热的地方吃辣的，那不就两边都出汗了吗？对吧？嘿嘿，我真是个机智的少年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要挑战2天减肥40斤，还说减肥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。现在体重192斤，腰围104厘米。废话少说，挑战开始。他先穿上6件保暖内衣，外面再套上2件羽绒服。要知道这可是夏天啊，外面气温38度。这还没完，他竟然打开了取暖器，就这样在密闭的房间内跳绳，1分钟要跳200个。没一会儿他就满头大汗了，但他并没有停止，跳了整整3小时。完事后脱掉上衣，轻轻一拧。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已经减掉10斤了，开什么玩笑，来直接上秤。我去，184斤，3个小时内竟然减掉了8斤。他没有休息，连口水都没喝，接着来到健身房，穿着羽绒服跑步，周围人都看呆了，这该不会是个傻子吧？就这样运动加节食24小时后再次上秤，现在体重减到了177斤，24小时内一共减掉了15斤。照现在的速度来看，2天减40斤，感觉真的能实现啊！挑战还在继续，
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穿上羽绒服开始跑步了，还都是跑的上山路。回家后，妈妈喊他吃饭，他却在冰箱拿了2块冰块含在嘴里，继续疯狂跳绳。现在已经过去了32小时，就要进入最后的冲刺了。结果节目组却在街边的便利店找到了他，他竟然偷偷的吃烤肠，接着还喝了1罐可乐，还说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。不过还好，回家后他继续运动到深夜。第二天一早，挑战时间到，他已经准备好上秤了。结果现在体重是166斤，也就是2天内减掉了26斤。虽然有一点点打脸，但这样也很夸张了。他认为是烤肠和可乐影响了自己，还说自己最高纪录1天减过30斤。那么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减肥？原来他曾经是一名拳击手，拳击比赛是分重量级的，为此他进行过无数次的节食减重，知道如何快速的减重和增重。但是大家不要模仿，毕竟人家是专业的，是个狠人。但是要说狠，下面这个男人表示不服。大叔疯狂的用脸撞树，1分钟要撞60次，树枝被撞得来回摇晃，头上都出血了。他却说自己在锻炼身体，随后拿出502涂在流血的额头上，真是个狠人啊！节目组摸了一下，确实硬邦邦的，真的不会痛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我都做了5年了，还劝大家不要模仿，不然很有可能脑袋开花。妻子说从来没见他额头好过，因为他每天都会撞树。说实话，我有点心疼那棵树了。大叔工作时却很安静，完全没有暴躁的样子，那他为啥会选择这种奇葩的锻炼方式？原来大叔曾经也是个拳击手，因为比赛打得不好，根本赚不到什么钱，但是要养一家老小，他不得不退出拳击，最后开了个修鞋店，而且店铺所在区域治安很差，他要让别人都知道自己不好惹，这样就没人可以找自己麻烦了，所以就开始撞树了。节目组决定给大叔一个惊喜，带他来到一家拳击馆，面对久违的沙袋，大叔跃跃欲试，激动地说自己已经30年没来过拳击馆了，说着说着声音都沙哑了，熟练地缠上拳击绷带，和陪练一阵切磋，毕竟久出战场，看得出来力不从心，但是大叔还是很开心，这是自己的梦想啊。大叔受伤会用502，然而下面这个大爷也会用一个奇葩的东西，他全身贴了100张狗皮膏药，手上来1张，额头来1张，耳朵下巴也不能少，除了眼睛都贴上了狗皮膏药，然后就安心的笑了。家里还存了上百箱的膏药，但妻子却说他根本就没病，也没有关节炎，甚至比同龄人还要健康，吃骨头比狗吃的都快，下地干活也没有任何问题。由于身上贴满了膏药，太阳一晒就会变得很烫，所以他不能长时间在地里干活。村里人都不能理解大爷为啥要给自己贴膏药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妻子会帮大爷贴膏药，不一会儿就用掉了100张，只有这样大爷才能安心的睡觉。长期贴膏药对他皮肤造成了严重伤害，有些部位出现了溃疡。节目组带他来医院检查，医生说由于膏药的刺激，他得了皮炎，必须马上停止贴膏药。那他为啥10多年来每天坚持贴膏药？原来10年前大爷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坑里，过了3天3夜，自己才慢慢爬了出来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每天做噩梦，感觉有1万只蚂蚁在身上爬来爬去。偶然贴了1次狗皮膏药后，竟然连续2天都没有做噩梦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膏药了。身体没问题的话，那8成就是心理问题了。心理医生给大爷做了专业的心理测验，结果医生却说大爷没有任何心理问题，而且狗皮膏药中确实有一些凝神成分。鉴于他皮肤问题，医生还是建议少用膏药，可以定期来医院做辅导，慢慢改掉坏习惯。我怎么感觉大爷就是单纯的不想下地干活啊？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姐是吃鲱鱼罐头长大的，什么臭她就吃什么。她尝试过吃屎，但是不喜欢啊，因为不够臭。臭豆腐只能算是小甜点。下水道的气味对她来说那就是新鲜空气。和朋友聚餐，朋友想要挑战一下，夹起一块鲱鱼，刚放进嘴里就止不住的呕吐，她却什么都感觉不到。不一会儿自己就干完了一盘鲱鱼。大姐现在最爱吃的却是鳐鱼，因为鳐鱼比鲱鱼还臭10倍。节目组邀请了几位鳐鱼爱好者来到鳐鱼发酵车间，门一打开，一股比下水道还要臭100倍的味道袭来，怎么给你形容呢？狗闻了都嫌臭，熏得眼睛都睁不开。其他人纷纷败下阵来，大姐却直接贴着鳐鱼闻了起来，越闻越上头，好想吃一口。不仅如此，大姐生活中也是处处重口味，做菜要加5勺盐，半斤辣椒面，这样吃起来才有滋有味。那她为什么会这样？她却说其实自己闻不到任何气味，冰箱里的食物坏没坏，自己也无法从气味中分辨，只能尝了才能确定是否过期。因为闻不到任何气味，也让她暴露在危险中，天然气泄漏自己也毫无察觉，食物烧焦了也不知道。节目组带他来医院检查，一番检查过后，医生说他的嗅觉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，味觉也在退化，这种情况是没办法治疗的。不过闻不到气味并不完全是坏事，大姐是养老院护工，平时的工作就是帮老人换尿布之类的，因为闻不到气味，所以工作起来很轻松，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，把缺陷变成优势。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但是要说吃的奇葩，下面这个小伙表示不服。
他抓起一把沙子塞进嘴里，嘎嘣嘎嘣的吃了起来。周围人的表情说明了一切，他却说沙子比糖还要甜，还让旁边的大叔尝一尝。大叔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。又到饭点了，他从袋子里掏出2把沙子，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。接着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，那是干净又卫生啊！吃完还张嘴让节目组检查了一下，是沙子没错了。他没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，工地上的沙子新鲜可口，品类多，量还大。来到工地先试吃一下，这个比昨天的甜。哎呦，这边又上新品了，白沙还真没吃过，一口下去，还有海鲜味。他的经验是红沙比较甜，白沙比较咸，不好吃。在此呢，感谢小哥的分享，让我们知道了白沙不好吃。他说自己五行缺土，累了困了就要吃沙子，沙子能为自己提供能量，所以每当工作累了，他第一时间不是休息，而是找出随身携带的沙子，舀上一勺直接开灶，只要吃上一口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然而他开始吃沙子的原因却很让人心痛。原来他小时候家里很穷，3天都吃不上1顿饭，饿得受不了了，就想着吃沙子来缓解饥饿。这一吃不要紧，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，竟然爱上了这种味道。但是大家不要模仿，我替大家尝了，一点都不甜，比屎还难吃。最后我有个疑问，吃进去的是沙子，那拉出来的是混凝土吗？没钱的吃沙子，那有钱的吃啥呢？下面这个小哥就很搞笑，他一吃东西就会流泪，并不是辣哭的，就算吃米饭也会止不住的掉眼泪，而且只有左眼会流泪，吃饱以后就不会流泪了。而当他看电影被感动了，就换成右眼流泪了，2只眼睛分工明确，就很神奇。妈妈说他出生的时候就这样，只有1只眼睛流泪，还给节目组看了照片，但照片上明明2个眼睛都在流泪啊。妈妈说是因为他手里还拿着零食呢，正好凑齐了一对。他说吃不同食物流泪的程度也不一样，好吃的流泪多，口味一般的只会掉2滴意识一下，所以公司聚餐都会让他先吃，看泪水大小判断食物美味程度。妙啊！这种特殊技能对工作也有一些影响。他是一位歌手，在外演出化好妆后就不能吃东西了，调皮的同伴强塞给他一粒爆米花，没一会儿眼泪就掉下来了。节目组带他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，医生说很可能是神经末梢问题，接着又对眼睛做了测试，医生说这种病叫鳄鱼的眼泪，是由于唾液神经和泪腺交织在了一起，吃东西流的泪应该是唾液，只是有点恶心而已，并不会对身体造成任何伤害。最后小哥也说不是什么大病，我就放心了，以后准备去演戏，会把缺陷变成优势，哭戏一定会演得很好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师。